2023年11月24日，新雇的师傅好窝心，一位邢姐基地的狗狗都是拿来卖的。邢姐好不容易给2只狗狗找到了中转家庭，她却以为那些狗狗都卖掉了，于是她好心帮邢姐收了一窝被人扔在基地门口的小奶狗，说：“老板娘，我帮你收了一窝小狗，养大点你好拿去卖哦。”问了一下，原来也是农村里生下来不要了，她就做主给收来了。但邢姐还是感谢她的，虽然已经愁死了，收容所这么多狗狗都来不及找领养基地，又添新丁，不抓紧找领养又是要错过最好找领养的时间，真是心力交瘁。不过这一窝狗狗都非常漂亮，个个虎头虎脑，黄色的很纯正的大黄，黑色的是铁包金萌极了。于是邢姐联合志愿者开始为几个萌娃紧锣密鼓地宣传起来。今天这个救助加领养故事的主角是其中一个叫黄萌萌的小田园宝贝。黄萌萌啦，黄萌萌啊，乖啊，就在这里，乖乖的。不知道为啥截止到2024年1月中旬，只有黄萌萌剩了下来没有被领养。邢姐通过基地茅草屋里的监控看到其他狗狗都睡了，可是萌萌还在笼子里面，不知道在干啥，是不是在想为什么姐姐妹妹都被收养了，可是为什么只有我还在这里吃没营养的饭？这个破地方每天下雨那么冷，还不能出去玩，我想妈妈想哥哥姐姐，谁可以带我回家呀？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黄萌萌一点点长大了，也有了属于自己的领养艺术照和人见人爱的歪头鲨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，一位一直关注我们并在2024年2月成功带飞了2个毛孩子的荷兰志愿者，在4月中旬决定领养萌萌和他在基地形影不离的好友小鸭。邢姐兴奋的老泪纵横，虽然新的问题又横在了她的面前，6个月左右的黄萌萌眨眼就40多斤了。那天邢姐去基地告诉师傅有国外的老友要领养萌萌，她竟然说这狗很多人惦记呢，村里很多人来问过我能不能卖，我让他们找你。40多斤重的黄萌萌竟然被这些想吃的贱嘴惦记着。1岁多的小鸭也是40-50斤的健壮妹子。我们基地的狗经常被狗贩子和流着口水的村民惦记，幸好2个宝宝都被荷兰的老友西米确定领养了，从此再也不可能被饕餮惦记了。但是黄萌萌从来没用过牵引绳，在基地越待越胆小，已经变成那种出了基地就4肢退化、屎尿失禁的冻梨狗了。出国之前要坐车，还要解决大小便吧？就这样的狗狗怎么出去解决啊？不找个有经验和耐心的中转家庭，怎么让他学会用牵引绳？怎么让他见到陌生人不害怕的，只想挣脱牵引绳逃跑呢？有经验、有耐心和爱心的中转家庭真是太需要了。终于有一位领养人愿意同时帮助中转。萌萌和小鸭这2个大家伙眼看到了5月，中转家庭告诉邢姐，萌萌不肯用牵引绳，套上就不走路，她没办法带出去让她拉大小便。刚好5一假期，邢姐特地抽了2天时间，每次打车来回3小时，赶去中转家庭亲自教黄萌萌用牵引绳。2天后教会了萌萌会用牵引绳走路了。邢姐告诉中转家庭，牵引绳一定要在手腕上多绕几圈，防止他害怕暴冲挣脱牵引绳。因为萌萌从小没接触过陌生环境，出去非常害怕，还让中转家庭把定位器也装到脖圈上，给萌萌带上。我们的航空箱都装好啊，给他们安顿下来了。以后每天晚上睡这里面，他们就可以熟悉了。黄萌萌的狗生就像开了挂一样，一切都在往美好的方向顺利前行着，包括5月17日的飞行日期也很快定了下来，万事俱备，只欠狗狗。谁也没有想到，就在上飞机的3天前，黄萌萌在中转家庭的附近跑丢了。5月14号中午，中转家庭急电告诉邢姐，她去留小鸭和萌萌的时候，萌萌一个暴冲，她没抓住牵引绳，萌萌跑掉了。跑丢的地点地势复杂，监控很少，而且附近都是山，萌萌很可能已经上山。邢姐急得40个小时没有合眼，倾其所有雇专业团队进山找狗。眼看着5月17日来了又走了，小鸭形单影只去跟未来的爸爸团聚，可是萌萌还是没有找到。5月18日，
邢姐到了崩溃的边缘。找狗团队发现了萌萌，可是离开几十米就又往山上逃跑了，抓不住，团队不敢追，怕越追越逼狗狗，往山的深处跑就先下来了。邢姐从基地把萌萌用过的被子、碗和狗粮带来了，他们放到发现萌萌的附近，希望萌萌能回来吃。找狗团队把航空箱改装成诱捕笼，里面放上炸鸡和狗粮，只要狗狗整个身子进去就可以把门关上。5月21日凌晨，萌萌果然被食物的香味吸引了来，可是绕来绕去就是不进去吃。一次次的希望又一次次的失望，又傻又机灵的萌萌给邢姐多年救助欠下的亏空添了一大笔。从14日到24日整整10天，萌萌几次都唾手可及，却又功败垂成。邢姐已经无力再去支付昂贵的专业找狗团队了，但是被一个坚定的信念支撑着。5月24日凌晨4点多，邢姐带上基地师傅，准备做最后一搏，赶到萌萌走失地富阳紫云山庄7点05分。等找狗团队的人到了，带上前天刚买的2个新监控，他们就上山了。邢姐承认误判了基地师傅腿瘸的程度，她说她膝盖里有钢板，而且邢姐见她在基地走路都是拖着一条腿的，就一直以为她有一条腿膝盖弯不起来。再加上找狗团队一直描述的陡峭路都是砍刀砍出来的，所以邢姐认为师傅是爬不上这个山的。没想到最后没办法的办法，破釜沉舟一试，师傅竟然爬上去了。早上8点多，找狗团队的人带着师傅一起上山，给师傅指了路，又退回半山腰，师傅就开始喊了。过了半个多小时，师傅打电话给邢姐，说看到萌萌了，但是萌萌不近身，又跑上山了。团队的人过了一会也说看见了，又跑了。就这样，师傅一直在山上喊了1个多小时，萌萌几次出现就是不靠近。10点50左右，他们只好下山了。团队的人说没用了，已经不亲近师傅了，得另想办法。于是把监控分别装在萌萌出现的几个路口关键地方，准备摸摸他的行踪规律，确保放上山的东西他能吃掉，再在吃的东西里想办法。下午，邢姐又付了1天的工资，让团队的人先回去休息。她说师傅也可以回去了，但邢姐不死心，让师傅继续留着，等到傍晚4点左右，再让师傅一个人上山去喊。到了4点41分，师傅打电话来说抓到了，但是航空箱改装过，他关不上门。邢姐懵了一会，立马让寄养志愿者先过去，和师傅一起把萌萌先关进航空箱，再马上打电话给找狗团队的人，他们马上带上绳子、胶带等，又从杭州赶过来。路上有点堵车，到山庄是8点35分，然后立即上山把航空箱用绳子捆起来，2个人用1根毛竹，费了9牛2虎之力。于是又补了2个人1000块钱，想给师傅也发点奖金，已经口袋空空。就这样，黄2万诞生了。黄2万啊，黄2万！你说你怎么还有脸嬉皮笑脸的？整整10天睡眠不超过20小时的邢姐，整个人和口袋都掏空了。好在荷兰的领养人也没放弃他，又给了办手续费用2000元。志愿者说黄2万自带黄金属性，对得起这毛色，谁领养他谁报复。于是又重新开始了漫长而不确定的寻找飞行志愿者。在这期间，邢姐没有喘息的机会，基地、收容所给其他狗狗找寄养、领养和飞行志愿者，还要解救被狗贩子违法囤积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狗狗。整个炎热的夏天，邢姐和海内外的志愿者们日以继夜，地与天，斗与地，斗与人斗，还要硬着头皮学习各个国家或航空公司变幻莫测的政策和规定，每天都在体会着瞬息万变的喜怒哀乐和五味杂陈。不知不觉中，初秋的寒意已经悄悄笼罩了山村，而邢姐的心却是暖暖的，因为在8月28日中午，黄萌萌，不对，黄2万终于被送上了飞往荷兰的航班。虽然对航空箱还是有些胆怯，好歹一路有惊无险，顺利抵达目的地，终于和巴巴还有老朋友小鸭团聚了。当老友西米发来各种短视频时，我们才得知当初独自出国的小鸭，因为突然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和伙伴，疑似患上了抑郁症，
总是喜欢躲在自己的小窝里面不出来。这一次黄两万终于没有辜负邢姐和所有帮助过他的志愿者的付出，主动变身亲善大使，用狗狗特有的方式来化解小鸭心中的郁结。看看他俩甜蜜快乐的互动，又有谁不为之动容呢？黄两万值了。